我今天这个标题啊，肯定很多人不同意。什么？全世界最有钱的医生都在中国？王军，你不是说梦话的吧？我今天啊，就给大家讲一讲啊，我了解的中国医疗行业方面的黑幕。话说啊，在上海有一家医院，叫做上海胸科医院。这家胸科医院有一名副主任医师叫施建新，大家可以现在边看我的节目，边在网上百度一下啊。这施建新啊，现在还在这个上海市胸科医院就诊吗？没了，他现在在哪儿呢？在监狱里。这施建新为什么会进监狱呢？话说啊，前几年啊，有一个医药代表一直给施建新提供服务。后来呢，这个医药代表啊，就在施建新的办公室里装了一个摄像头。他为什么要装摄像头呢？他估计啊，是想手里拿着施建新的一些短儿。因为医药代表啊，跟这个医生之间其实也是既合作啊，实际上还有一些互相防范的心理。这医药代表拿了医生手上的短有什么好处呢？就可以威胁医生。因为说实在的，医生啊，同一种病往往有好几种药可以开。那么呢，我开你这家的还是开别的呢？那还不都是医生自己说了算吗？所以有的医药代表啊，就会在医生的办公室里头装摄像头。你看，你小子，你收了多少钱？你得给我们多开药啊！你不能光开别人的，这医生就会害怕，对不对？就会听这些医药代表的。前几年呢，我们中央电视台啊，新闻呢播过一个医药代表里在这个房间里头，不是医药代表，医生在房间里收别人信封的这个暗访镜头。当时大家都非常奇怪，说这个镜头是怎么拍的？当然肯定不是记者拍的，因为那个暗访了很长时间，就是那个摄像头在那个医生的办公室里放了很长时间。就是医药代表装上去的。这医药代表装上去之后，后来把这个镜头呢拍摄的这影像呢交给了中央电视台，后来播出来了，在全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后来啊，就是这个给施建新提供服务的医药代表出事儿了，他在他自己单位啊合规性审核的过程中间呢出了问题，于是他们的公司就把他给解雇了。解雇了以后啊，这个医药代表就觉得有点不平衡。为什么呢？因为他这几年给施建新提供服务，给施建新送了那么多钱，而且他通过拍摄施建新，他也知道施建新收了多少钱。于是呢，他就去找到施建新，他就跟说啊，你得给我一笔钱，否则你看我有录像，我这录像之后我就给你提交到检察院去。那施建新就问他，那你开个价吧。您猜他开了多少钱的价？1200万人民币。因为他估算了施建新这些年大概收了多少钱。施建新呢，一看对方手上有摄像头呢，也知道人家有确凿的证据，就还了一个价，还价100万人民币，就是说他愿意给这个医药代表100万。医药代表就觉得特别少，双方就没谈成。后来这个医药代表啊，就把这些摄像头拍摄的内容举报给了上海市的检察院。你想啊，这人赃俱在，他本人是医药代表，同时摄像头里又拍到了施建新从别的医药代表手里，包括从这个医药代表手里头拿钱的镜头。检察院一试就把施建新给抓起来了，开始查他。这一查不要紧呢，在施建新的家庭的账户里头，发现啊有3000多万现金，不是现金啊，就是现金，不是那个真的现金，就是在账户里。施建新只有30多岁啊，一个副主任医师，存款3000多万，您能想到吗？3000多万是什么概念啊？你想啊，那后来呢，检察院就问他，这施建新就说这3000多万都是坐飞刀赚的。后来给他定的贿赂的款是290万人民币，估计这290万呢都是这个医药代表送他的，因为这医药代表有佐证嘛，有自己的内部记录嘛，其他的都按照巨额收入来源不明来处理了。说白了，你就知道，其实检察院也并没有认真查呀。你想想，那3000多万怎么可能都是巨额来源不明呢？怎么可能都是坐飞刀赚的呢？一个公立医院的医生到别的医院去做飞刀，那东西时间也是有限的。你想想，怎么可能赚到这3000万呢？后来的故事就更精彩了。您猜这个施建新跟这个医药代表分别的下场是什么？施建新嘛，人赃俱在，肯定被判刑了，判了有期徒刑3年。
受贿290万啊，3000多万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只判了3年。而那个举报他的医药代表呢，被判了5年。为什么要判他刑呢？检察院说他敲诈勒索。虽然敲诈勒索没成啊，但是把他定了一个敲诈勒索罪。我当时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就觉得特别荒谬啊。因为这个医药代表啊，按道理来讲，他去举报至少是有功啊。而且他前面那个敲诈勒索也没成。你从鼓励这些医药代表去举报那些受贿的医生的角度来讲，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个举报受贿医生的这个人判的刑比这医生还重吧？结果你看，在中国就是这么荒谬，医药代表举报了受贿的医生，受贿的医生也的确是受贿了，犯罪了，但是呢，举报者最后被判的刑比这医生还重。说白了，从这个案子我想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就是在中国公立医院包括中国的司法系统其实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就是不能让这些医药代表出来造反。如果要是造反的话，这个行业就完了，不好弄了。大家都出来举报怎么办？所以我告诉你啊，你想举报医生可以，你看看这个医药代表的下场，你自己也会完蛋的。杀鸡害猴就是这个效果。顺着话题咱接着往前讲啊。施建新我刚才讲了，就是一个普通的副主任医师，30多岁，能够攒3000多万块钱，这是什么概念？平均一年好几百万人民币收入啊！但是你想想，这个他还是存下来的，还不算他花的呢，还不算他买房的呢，那他实际赚了多少钱？不知道啊。所以一年几百万人民币肯定是有的。那他还只是一个副主任医师啊，那主任医师呢？科室主任呢？我跟你讲啊，在北京，一个3甲医院的科室主任，一年轻轻松松1000万人民币，这还是普通的科室。如果要是碰到了那些，比如说像骨科，因为骨科耗材比较多嘛，耗材又比较贵嘛，那别说科室主任了，那些主任医师一年搞不好能拿1000万。我跟你讲，北京的骨科手术的手术室里面，医药代表就直接在手术室啊，我就听说这样的故事啊，这个患者2个腿都折了，要打这个钛合金的夹板。按道理来讲，从患者的利益来讲，这个夹板要上应该是上同一个厂家的，对不对？但是手术室有2个厂家的医药代表，一个厂家上了左腿，一个厂家上了右腿。为什么？因为医生觉得谁的利益都得兼顾一点。这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在北京的骨科医院，很多医院的手术室通通都有医药代表的这个代表直接在手术室里指导医生怎么做手术，或者是监督吧，你都可以这么讲。但最后形成的就是这些医生们呢，真的是在全世界范围来看啊，都是收入极高的一个群体。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美国有几个医生一年收入可以达到100万美金，非常非常少。但是在中国，我可以跟你讲，年收入所有收入加起来的100万美金的医生绝不是少数，在全国范围内。这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荒谬的现实。就一方面呢，普通医生，中国的普通医生名义收入非常低，但是如果你有了一些权利，或者有了一些学术地位，或者你的科室占有优势，你可以赚到全球最高的收入。但是这样的一个制度的罪恶是什么？咱们慢慢来讲啊。首先呢，它不公平。比如说啊，你刚毕业的医生，你要从规培开始做起，然后要做到住院医，然后拿到自己独立的处方权呢，或者做手术的权利啊，平均需要7到10年。这7到10年的时候，是一个人呢年轻的阶段最需要花钱的时候，但是他们非常穷，因为以药养医这个体制惠及不到他们。没有处方权，你自然也就没有回扣；你没有手术权，你自然也就拿不到那些所谓的器械的回扣。而且你干的又是最脏最累的活儿。你想想这些医生苦不堪言，对吧？所以呢，很多来自于一线抱怨的，多数都是这批人。我觉得他们抱怨的也有道理。
确实他们的名义收入太低了，又分不到这个以药养医的好处，这是一个方面，不公平。那另外一方面呢，那些拥有权利的人，他们获得了一些收入，但绝对是早就超出了他们应该获得的那个范围。比如说科室主任掌握着进这个科室的一些耗材的权利，那么他们年收入可以几百万上千万。他们就算是这个医生这个工作本身，由于中国的这个工资定价体系给他们稍微定低了一点，但是他们也不应该挣这么多钱。这就是中国现在以药养医体系下所形成的荒谬的收入结构。但是它不仅仅说是在这收入结构上非常奇怪，更重要的它是毒化了整个医疗行业。因为医疗行业原本医生和患者的利益应该是高度一致的，因为他们共同对付的目标是疾病，疾病治好了，医生有了成就感，实现了自我价值，而患者呢获得了健康。但是由于以药养医体制这样一个荒谬的逻辑最终导致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利益开始背道而驰。原本医生应该给患者开最便宜的药，最经济的这个治疗方案，但是呢，医生由于想要自己赚更多的钱，就必须通过多开药，必须通过给你多做手术，必须通过给你多用耗材的方式，于是呢，他就会给患者开不必要的药，给患者做没有必要的手术，给患者用没有必要的耗材。刘祥峰就是这样体制造就出来的魔鬼。人本性都差不多，各行各业的人不会天然的有一些所谓的道德上的区别。我们经常说这个老师是园丁，然后医生是白衣天使，并不是说进这个行业本身人都是道德高尚，而是因为这个行业本身天然具有的一些特性，我们愿意把它称之为白衣天使，因为他的工作本身就是在悬壶济世，救人于疾病之中嘛。但是这不表明这些人的道德水平跟其他行业比起来天然就高。相反，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原本希望帮助人的人可能也会慢慢的堕落，变成了一个残害别的人。于是就产生了像刘祥峰这样的恶魔一般的医生，他们原本应该拿手术刀的手里，变成了拿着屠刀，开始残害普通的患者。有人说这个以药养医体制的根源在于所谓的中国的医生收入水平低，我部分同意。你如果要是比较医生他漫长的职业生涯需要的专业水准他确确实实这个工作本身应该是比较高。你像在美国，在西方发达国家，医生律师收入都是比较高，而且比其他行业要高不少。因为医生这个职业本身也是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但是呢，我个人讲也不能绝对的比绝对值，因为西方的医学体系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在上医学院的时候，第一学费特别贵，第二呢学习期限特别长，所以他们往往都需要用贷款的方式来负担自己的学费。所以他们就职之后，一开始前几年赚的钱还要还当年上医学院的学费呢。但是中国由于是公立这个教育的体系，上医学院其实你花不了几个钱，所以你不能比绝对值，你只能比相对值。中国的这些医生的收入水平在各行业的来比较起来，它是没有绝对的那么高。比如说像律师比起来，它不如律师那么高，但是它也不算太低。但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适当进行提高。但我个人认为，以药养医体系所形成的这样一种毒瘤，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人监督。一个人会不会去拿别人的钱，会不会去做坏事儿，其实不在于他自己收入高不高。前些年很多人讨论说这个政府官员之所以贪污是因为政府的收入太低导致的，要高薪养廉，向新加坡学习。但是他只看到新加坡给这些公务员较高的工资，他没有看到新加坡对这些公务员极其严格的监督的那一套法令。所以高薪养廉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所谓的一个监督体系的话，再高的薪水人们其实也会继续贪污。前几年上海有一家医院叫华山医院，很有名，
他的院长进去了，被人举报的时候，检察院拦下了，一打开他是汽车的后备箱，后备箱里光现金就有几百万。这个人同时还是上海市的卫计委的副主任，几百万现金就放在汽车的后备箱里。像这样的故事，我过去做采访的时候，只是知道一些贪官会这么做，但是像一个医院的院长，后备箱里有几百万人民币，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是因为没钱吗？不是吧？他只是认为他收钱了没事儿。施建新账户上已经3000多万了，他没钱吗？医药代表给他钱，他不照样要吗？他会拒绝吗？所以人的贪念呢，培养他的是因为体制对他们的纵容，而不是因为他们收入少。在中国，能有条件大把的开始收回扣的这些人，严格来讲都不缺钱了，但是他们照收啊。所以本质上来讲，还是因为其实没有人监督。当然，这里多少也有一个困境啊。什么困境呢？就是因为现在以药养医的体制啊，导致了中国所有的医生都收了回扣。所以呢，如果你真动真格的，就所有的医生都得抓起来。我说过一句话，在中国啊，不收红包的医生少，不收回扣的医生几乎没有。而他们收的数额是多少呢？我原先曾经请教过一个做中国医药行业研究的学者啊，他给我算过一笔账。他说啊，中国一年公立医药的采购额大概是1万到15000亿人民币。你可以算一下，他说这20%，基本上这个数字就给了医生。那么你算吗？那就一年大概是2000到3000亿人民币装进了医生的口袋里。如果我们要是真去查，那么中国公立医院几乎所有的医生就都要抓起来了，这就是社会现实。所以呢，没有人认真。首先是这个行业大家都这么做，大家见怪不怪，就是认为药厂给医生钱这件事情不算犯罪，是正当的。然后真抓起来的时候也没人管，所以你看，当时我们中央电视台就拍到了那个医生手里头拿着这个信封，后来这些事情都不了了之了。哪个医生被拍到了，哪个医生可能稍微倒霉一点，然后呢，其他就没有了。更何况，你以为公立医院想查这件事情吗？并不想。大家去看一下，你们去查一下施建新这个案子，你在网上你查裁判文书网，你查不到施建新案子的裁决书。现在在网上你去搜施建新，你也搜索不到施建新被逮捕的消息。按道理来讲，你这个上海胸科医院一名医生因为收受贿赂被开除，你不应该公告吗？不公告，不但不公告，施建新他被刑事判刑的裁决书你在网上都查不到。什么样的裁决书在网上是不露出来的？都是一些特权部门的，不想让公众知道，但是呢，这些部门本身又有极强的实力才能做到这一点。就包括我昨天讲的，这是个刘祥峰这个案子，我昨天为了做节目，在网上搜他的那个裁决书也搜不到。这就是湘雅医院的能量啊！所以你能指望湘雅医院在这个过程中间能彻底调查清楚吗？我真的一点都不乐观。为什么？因为这可不是刘祥峰一个人的事情啊！他在手术台上做手术，把人的肠子给人割下来，好么样的器官给人割下来。那手术台上既有手术助手，还有护士，还有护士长，一帮人呢。如果要是最终刘祥峰这件事情被凿实了，那不是他一个人进监狱，是一帮人进监狱，他整个那个急救中心可能都完蛋。你们认为湘雅医院会愿意看到这个结果吗？更何况你看了吗？这件事情网上披露的那些事实早就涉及到刑事犯罪了，当地的检察院公安机关立案了吗？没有啊，就是等着湘雅医院自己调查呀。这是我昨天就讲了，这是犯罪呀，这哪能让医院自己调查？医院什么时候有权利开始调查刑事案件了？公安机关看到网上这些爆料，为什么不介入啊？为什么不立案呢？为什么不把施建新先抓起来啊？询问笔录啊？这么一个庞大的利益链，从药厂到公立医院，到公立医院里头那些科室主任，到那些年资比较深的医生，甚至到我们的公检法部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利益链。这个真的不好动。
我也就是跟大家讲一讲。我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前几年乌鲁木齐市也有一个医药代表出事了，骨科的。于是呢，他就把乌鲁木齐市啊几大医院的骨科主任全供出来了，因为他已经给这人服务很多年了嘛。他们拿他的钱人赃俱在，证据很确凿。检察院一看没办法，就把这个几个骨科医院的主任呢都给收起来了，收到这个看守所里去了。这一下子乌鲁木齐的骨科手术没法做了，停了，因为这业务水平比较高的就这几个人。过了几天呢，乌鲁木齐市有一个领导啊要看病要做手术，人说做不了，他说为什么做不了啊？这都抓起来了。再后来呢，为了给领导看病，这些医生就全放出来了，一点事儿都没有。这就是中国今天的社会现实。所以你能指望这个现状能改变吗？我是一点都不乐观。就这样吧。